哎，赵晨要受洗了，那你是不是也要受洗？那我就想说，哦，这受洗太可怕了。如果我受洗了，是不是代表我被绑住了？然后我每一次，其实我们家都有小组啊，哈，我们每个礼拜都开放家庭有小组。每一次在聚会的时候呢，我其实都是带着一个很警戒的心，对啊，因为我们以前被同龄的人骗过嘛，所以我就很害怕我掉进所谓宗教信仰的陷阱的里面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老赵爱音乐，触动新乐章，感动新力量。我是雅文，我是老赵的赵晨。最近好像那个什么，很多人想索曲谱哦，是要练习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对啊，还是你只是想要看看谱是怎么样？好吧，那你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最好不要什么都要，你至少对不对？告诉我们你喜欢哪一首歌，对，然后留言在下面，好，我们会跟你联络。也很高兴可以在 YouTube 平台上面跟大家分享我们所喜欢的诗歌，还有我们生命中的故事。那我今天呢，我要先来访问你。哦，好。我们电台主持人，我们1997年进到教会嘛，民国82年。我知道啦，你小时候其实你就有参加教会的经验啊，对不对？哈，对。可是为什么你进到教会没有多久之后，你就决定要受洗？大家知道我们有2个爱妻儿嘛，但是当我们有孩子的时候，我们真的遇到困难，而且那个困难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。是。那其实一路走来，包括进到教会。那一段时间是非常辛苦艰辛，那我总觉得好像没有被了解，就是当然有很多朋友就安慰有的顶多就会讲到说，你们没问题的啊，你们有爱心啊什么，其实那个都安慰都摸不着边。但是当我进到教会，在很短的那几个月里面，真的让你感受，就好像你那些困难、辛苦，或是那个无奈、那个受挫，好像在那个氛围里面，你是很被真实的，好像被理解、被认同。那我就好期待，我就希望成为那个里面的一份子。对。那当时候的我，听到别人来告诉我说你要受洗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奇怪哦，怎么是别人来跟我讲？好。然后为什么别人跟你讲？我没有跟你讲吗？没有啊，你没有问我。小组长就说：“赵晨要受洗了，那你是不是也要受洗？”那我就想说，这受洗太可怕了。如果我受洗了，是不是代表我被绑住了？然后我每一次，其实我们家都有小组啊，哈，我们每个礼拜都开放家庭有小组。每一次在聚会的时候呢，我其实都是带着一个很警戒的心，对啊，因为我们以前被同龄的人骗过嘛，所以我就很害怕我掉进所谓宗教信仰的陷阱的里面。所以呢，我就每一次都要很认真、很仔细的听每一个人在说什么。然后，我是比较理性主义的哈，所以我就会觉得，有一些东西听起来不太有道理，所以我就回答那个小组长说没关系啦。你要洗你就自己去洗好了哈，我就要再想一想。结果我这个话讲完没几天呢，我就接到了幼稚园的电话。那时候老二易华，还不到3岁，2岁多。那我因为很担心他，跟这个重度发展障碍的大姐每天在一起，没有什么进步，所以我很早就把他送到一个幼稚园。结果这个老师呢就很好心，就跟我说：“我们今天安排了一个治疗师，我们想要好好的来评估一下易华，妈妈可不可以请你来学校？”
然后经过了大概1个小时之后，就没想到这个治疗师给易华的评语呢，感觉好像很专业，但是字字都好像刺伤父母的心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好像我的孩子这么严重可是我明明觉得他还好啊，怎么治疗师的评估这么的严重呢？那我就带着一个非常沉重的心情走出了学校，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心里面觉得非常的凄凉，好像觉得我的孩子居然是不被人认识跟了解的。那立刻就在问自己一个问题说，难道这世界上都没有人真正了解我的孩子吗？那我这样想的时候，又好像出现了另外一个声音在回答这个问题说，该不会上帝知道他吧？该不会只有上帝了解易华吧？那当这样的一个好像我心里面的一问一答来来回回之后，突然间我就做一个决定，我愿意接受，真正的接受这个信仰。对，那就这样子就对，就刹那间啊，对，就决定要跟你一起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可能跟一起洗跟我有同样的感觉，只是我们的场景不同。就像我们的孩子不被了解，那你就觉得好像我们很孤单。那我那时候想受洗，其实也是一样，对，就觉得在那个孤单里面好像有被了解。20多年过去，我现在回想这件事情，心里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感动以及感恩，因为我想这是上帝的拣选其实不是我们选择的神，是神早就在等待着我们。也许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并不被了解，但是其实有一位神，他完全的明白、认识，而且全然的接纳我们每一个人。那我想在今天的节目最后，赵成跟雅文想要演奏一首歌曲送给大家，也祝福大家都有机会来尝尝主恩的滋味是何等的美善。这首歌曲叫做《救赎的恩典》。